嘿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20号，星期六了，周末了啊！我这是在一个特别小的寺院的外圈。我其实没看清楚叫什么寺，跑着看见一片绿地，而且是半圈大上坡，半圈大下坡，一圈很小。一心寺啊！今天往南跑到这边再折返回去。明天有比赛是不是？这天儿比赛够热的了。像这个天气，我觉得半马是冲成绩的极限了。全程马拉松真的不要冲成绩了。你看我现在这儿是18摄氏度，我已经觉得这个天气不行了。如果是20多度，我还是建议大家保守完赛，除非你的状态特别好。我看这个大上坡，今天还是压速度慢跑啊，慢慢调整。如果明天有比赛的小伙伴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一会儿跟大家聊聊最后一天哪些事儿坚决不能干，好吗？大阪的路就是各种的上下坡，这个弥补了在北京的时候练不到的一些点。北京真的是特别平啊！这叫天王寺动物园北。天王寺有个动物园，好像没去过啊，好像就是这个。你看，还有350米就到了。行，折返往公园和河边那边跑了，一会儿再聊啊，加油干！明天有比赛的小伙伴，今天第一，千万不要泡澡，不要泡脚，不要洗太热的热水澡，否则的话，明天你早上起来的感觉呢，就是在小腿和大腿上体现会非常明显，就觉得就好像刚刚有一场特别疲劳的运动之后，你睡了一宿觉，第二天那感觉，说不清楚的发酸发胀。当然，有的人明显，有的人不明显。然后第二呢，千万不要绞指甲。像马拉松运动员，或者说用脚的吧，田径运动员，最后一次绞指甲就是周3了。周3最后一次，周4、周5、周6和比赛前周日早晨，千万别绞，除非有倒刺儿。尤其是大拇指，其实其他几个脚趾还好，修一修的。大拇指，尤其是大拇指向内的那一侧，那个甲沟那儿，千万不要绞，那绞的凸一点儿可难受了。然后第三，男同胞如果您用的是手动剃须刀，最好就不刮胡子了，因为有的时候弄不好会刮破，或者是比方刮的那种，这其实没破，但是有点沙沙的，一出汗也挺难受的。然后呢，你洗澡千万别搓背，尤其是那后脖梗子，那皮比较嫩，你搓不好了，搓破了一点，也是一出汗，第二天你试试。说白了就是保持身体这个状态，忍一天，然后别使劲吃。最后一天其实吃什么都不重要，就是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了，别让自己的身体舒服。就是可以吃，适当可以吃含纤维素的东西，帮助第二天早上起来排空。比方多吃点蔬菜，但是不要使劲吃粗粮。赛前最后一天和
赛前的早餐一定是以优质的、精致的碳水为主。当然也不是说吃点心蛋糕，就是白米白面就挺好的。然后呢，最好不要午睡，这样的话你晚上睡不着。其实，就是仅仅一天的睡眠问题，并不会太影响你的比赛成绩，但是会影响你的心态。然后最后一天还有什么呢？别喝多。你比方说像现在这么热，你喝杯啤酒问题不大，我觉得。那普通人来说，千万别喝多。然后这是不能做的，建议干一些什么呢？第一建议多喝水，就能不停的喝不停的喝。这段路人太多了，你加一加速。能不停喝就不停喝，大概喝3000毫升以上吧，这一天。然后对，还有一个不要做静态拉伸。你别说明天比赛了，今天我做点抻筋吧。这个长期看抻筋有利，短期看不好，不要抻，也不要按摩，坚决不要按摩，不管是别人给按还是自己用泡沫轴。就是不能让你的肌肉在最后一天有一个放松的状态。然后多喝水，能早睡就早睡。早晨跟中午呢，多吃点碳水。今天的晚餐很重要，今天晚餐一定要少吃，就吃到你能不饿睡着，否则明天早上起来你会特别难受。尤其是没有早起习惯的小伙伴，你猛地一早起，本身你胃口就不好，然后你就感觉昨天晚上吃完的饭还没消化，就特别难受。咱们说难听点，或者说的恶心点，就是你打一嗝，还跟刚吃完晚饭似的呢。这样你再吃早饭，再上赛场，几乎是不可能舒服的。最好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是一个饥饿的状态。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就多吃点精致碳水，可以吃蛋糕，但是别吃奶油蛋糕，吃比方什么蜂蜜蛋糕那种，可以的。但是还是推荐就是白米白面，千万别吃豆制品，能不吃鸡蛋就不吃鸡蛋。差不多吧。都是由重往轻说的，就是一开始说的是坚决不能干的，越往后的就是你差不多，你实在跟你的生活习惯不相符，你也可以干。但是这些都建立在你是要冲击成绩的前提下啊，你要娱乐参赛无所谓，对吧？还有赛道上吃烤鸭的呢，是不是？那时候经济好的时候，第一次来东京跑马拉松，2016年，那赛道上还有现片的西班牙火腿和红酒呢。就跟这次东京马拉松我吃了好几个羊羹一样，那我要冲成绩，我一个都不会吃它。但是后来买那羊羹，怎么吃怎么觉得不是赛道上那味儿，太甜了。所以明天中午和明天晚上可以抓住这个时机，吃点好吃的，是不是？行吧，那祝明天有比赛的小伙伴们都能顺利、安全、开心。现在这太阳
跑马拉松真的，大家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。有的时候，行与不行只是那一瞬间。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5月20号星期六清晨7点11，训练结束啊，还是压速度跑一个半程马拉松，1小时44，平均配速4分57，平均功率203，心率139，步频198。这种就是压速度一直压的这种跑啊，真的是挺难受的。大家时不时练一练吧。我觉得这半个多月已经20天了，就是这种训练对我其实有一些帮助，感觉没有一开始那么的乏，也不能说累吧，就是乏。那时候跑这么慢，跑完以后2条腿跟灌了铅似的。这也是弥补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这种很慢的训练，我一直都在说我是每一次都在想办法能不能再快一点，能不能再快一点。但是其实绝大多数的小伙伴这么跑就没有问题，就是每天都想快一点这么跑。因为你看我都跑了9年了，我觉得我刚摆脱真正所谓的训练的新手期，就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了，然后再考虑调整，而且加上年龄的原因，确实恢复没有以前的快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马拉松赛前的一些小注意事项，最后一天的。我回去争取尽快的把今天的片子发出来，这样的话呢，大家看一看，明天赛场上呢都有好的表现和好的心情，好不好？那行吧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很快我的夏训就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干，迎接秋天的好成绩。那咱这么着，明儿见。